多几多是何事？纷纷扰扰是是非。多几多是何事？纷纷扰扰是是非。英雄无末路，神剑斩万难，洒热血少年郎，公子美名光。江山如烟，前路急，拒绝一马，云川桃山渡，归梅岸，羚羊山浑水寒，助我乘神飞天，龙吟响彻震云端。射箭见红塔孤独，飞雨多少日落光华不曾见。举杯之地推杯盏，血相融，人落根深，江湖传。这些年，多亏厉宗主和其他势力周旋，稳定局势，再加上武者以实力为尊，韩副宗主退位让贤也是情理之中。不过，厉宗主近期在闭关，宗内事宜皆交由薛副宗主和韩副宗主共同打理。啊，薛副宗主？他是厉宗主的亲传弟子，修为和韩副宗主一样，都是6次神念。除他们之外，内部人员如何分布？各部长老为4念神君，108位真传弟子为3念真神。7至9重天神均为内门弟子，而4至6重则为外门弟子。这么说来，我入宗后需从外门弟子做起。宗内可有提高修炼速度的宝地？有，镇渊剑塔，尤其是第4层，能最大程度提升修炼速度。不过那里的修炼室只有1间属于外门弟子，想进去必须拿下第1名。修炼一事急不得，脚踏实地才是正道。谢师姐提点。对了，镇渊剑宗和血神宗的关系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偶尔做做表面功夫。你和他们有瓜葛？欧龙岩和血雄因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屡次想置我于死地。后来呢？我为了自保，无奈将他们击杀，算是和血翼真神结下了生死之仇。什么？萧师姐，血翼真神若来要人，宗主会不会把我交出去？当然不会，但你应该早点告诉我，万一他抢在你入宗前截杀，我们绝不是对手。天之城有传送阵，从那里走更快。跟我来。乾坤剑神离开后，可有人动过这里？没有。就记录看，他传送的方位应该是镇剑域。看来他想投靠镇渊剑宗，本座偏不让他如愿。还有半日就能抵达天池城。啊，有真神强者靠近！寒衣师兄，他是2孽真神薛寒衣，
在真传弟子里排名38。杀气。薛师兄，他是谁？在下李阳，见过薛师兄。莫不是新晋的外门弟子？啊，我听天池府主说你在追云中浪，结果如何？哼，此贼奸猾，居然隐藏修为，诱我上当，还下了合欢伞。好在吕师弟出手相助。对师妹不轨，该死！师兄误会了，吕师弟只是用术法助我冷却心火，并未不轨。之后，我自行化解了体内毒素。世上还有这种术法？你一个外门弟子，如何学到？吕师弟来自剑域大陆，受祖师指点，即将前往剑宗。具体经过，天煞诸神虽是本宗秘技，但学过的人太多。若有人违背宗规，传授于他，也不无可能。我有祖师所赠姓名，但只能给厉宗主和韩副宗主看。是真是假，等回到宗门，宗主一看便知。哼。血翼真神，他怎么来了？薛师兄，倘若血翼真神在咱们的地盘撒野，你不会坐视不管吧？哼，有我在，岂容他人猖狂？吕师弟，你可以放心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俩有仇？我为了自保，杀了血雄。开什么玩笑！你一个五重天神，怎么可能杀得了血雄？唉，借助外力而已，也是无奈之举。我多次告诫，可惜他根本听不进去。你现在解释再多也没用。薛师兄，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真传，你要是不管，我……先前错过大好机会，这次正好表现一下。罢了，我替你们挡住他，但事情始末，后续必须全数相告。那接下来就等师兄大展神威了。多谢师兄援手，有您在，血翼真神定掀不起风浪。韩一真神，我与这厮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还请给个面子，把他交我处置。如果我不交呢？哼！吕阳是我剑宗弟子，你带不走，请回吧。他刚到镇剑狱不久，什么时候成剑宗弟子了？韩一真神，难不成你要为一个外人和本座一战吗？他是祖师亲收的弟子，在踏入镇剑狱的那一刻，便不是外人。镇渊神王还活着，不管他是谁，杀我儿就得偿命。血雄欲取我性命，我自保还击有什么错？说当时死的人是我，你可愿用血雄偿命？笑话！你什么身份，也配跟我儿比？像你这种没背景的散修，死100个都抵不过我儿一条命。薛寒一，你我都是2孽真神，真动手，你未必挡得住。大可一试。哼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哼！化血大法。班门弄斧。化血神刀。
木体风光。金人院本座记下了。哼，不自量力。薛师兄的木蚁风光剑距离第3层不远了吧？只差最后一步，倘若修成，他定会殒命于此。谢薛师兄仗义相助。敢问师兄，刚才所用剑术，外门弟子也能学吗？哼，自然不能，只有成为真传弟子才可修炼。此事已毕，回宗吧。想学木蚁分光剑不难，等你突破7重，我传你即可。不是说只有真神能练吗？那是一般人，你修习了2仪剑阵，早非常人能比。厉宗主、韩副宗主，大致经过就是如此。信物何在？真的是真元神剑。看来你所言非虚，的确是师尊的后人。1万多年，师尊终于有消息了，这是天大的喜讯。对了，吕小友可否详细告知你和师尊相遇的过程？事情是这样，起初我并不知道，后来我知道的就这些了。原来是为了守护飞灵神王，师尊当真用情至深呢。关于师尊暂时无法回天界这件事，绝不能外传。是。吕阳，师尊可有话托你传达？没有。那你就从外门弟子做起吧。封闭，你负责安顿。没别的事，就退下吧。师兄，吕阳有师尊亲赠的信物，让他做个普通弟子，会不会？若师尊有意，让我们亲自教导于他，必会流化。既然没有，就无需特殊对待。况且想在天界立足，一味靠外力帮衬，可不是好事。我看得出来，他是天赋绝佳之人，只要肯努力，将来必有一番作为。对了，我最近听说薛家子弟在外门行事愈发霸道，引起不少怨言。外门有万朝管辖，他那些族人仗势而为，不是1天2天了。不过既然师弟提了，我自会告诫一番。他能听进去才行，我真怕有一天他们薛家人会坏了剑宗的好名声。师弟多虑了，剑宗的核心是内门弟子，有你坐镇，不会有事。我要继续突破神王，先走了。外门弟子众多，分为36堂。哦，丙子堂的堂主名叫叶飞羽。
哟，什么风把萧师妹吹这儿来了？我来给叶师兄送宝啊。宝，他？韩一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外门新来了一个弟子，我很不喜欢，你找人教训一下。他哪里得罪了师兄？这你不用管，他的名字叫吕阳，在丙子堂95院。那教训到什么程度？不用打多狠，但一定要羞辱他，狠狠的羞辱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嘿嘿，真没想到吕师弟竟是祖师后裔，将来必成大器啊！到时候咱们丙子堂也能跟着沾光。叶师兄说笑了，不知我所住的地方是何情况？加上你，95院共9人，院主是1号房的薛洛，有什么事儿可向他反映。听萧师姐说，外门弟子能根据排名去剑塔修炼。你刚入门就想去那儿修炼？外门前100名可直接去剑塔2层，你目前只能登记排号到首层修炼。那排名要如何争取？直接向别人发起挑战吗？是一个办法，但如果差距过大，人家未必会应。你要是着急，就从差距小的弟子入手。谢师兄提点。啊，进去吧。西门町，你去。新来的，出来！啊？什么事？呵呵，受韩一师兄所托，给你点教训。哎，吕阳，你做什么？你就是薛洛，正是本神。之前他打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阻止？现在才出声，你们是一伙的吧？我跟薛海一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让你们教训我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能被真神关注，是你的荣幸。你只有一个选择，乖乖领罚，往后大家还能和睦相处。否则，难不成你还想残杀同门？陈不息，按住他，掌嘴。如此咄咄逼人，真当我好欺负吗？你放开我！赶紧放人！哼，如你所愿。本神乃薛家子弟，你敢对我不敬，找死吧！薛家子弟又如何？我还是祖师后人呢，也没像你这般猖狂。哼，祖师后人，
该不会踢到铁板吧？祖师后人怎会从外门做起？胡乱攀亲，罪加一等。天煞诸神！哼，中看不中用。怎么回事？吕阳这厮嚣张至极，我们不过讲了几句宗规，他就出手伤人。你说，我刚来，他们3个就接连动手，想要教训我，可惜技不如人，成了这副模样。胡说！我们之所以受伤，是因为对你没防备。薛洛，你确定是吕阳先动的手？当然。哼，撒谎！啊！是我们先动的手。闭嘴！就算薛洛他们挑衅在先，吕阳出手未免重了些，必须严惩。薛南之事严重了，弟子们相互挑战，受点伤在所难免，何来严惩之说？若为恶意争斗，先动手之人应受什么惩罚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既然如此，我薛家其他弟子向吕阳挑战，也属情理之中。薛营，薛莹师姐在丙子堂实力排名第5，有她出手，吕阳毫无胜算。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你刚入门，3年内有权拒绝任何老弟子的挑战。哼，我正愁第一个挑战的人选，你就送上门了。我接受。你瞧瞧，口气不小呀。薛营实力远超薛洛，莫冲动。无妨，我有把握。但愿你的实力配得上这份狂妄。哎呀！天神一怒！多亏了西母前辈教导，这招我也会。天神一怒！他才入门，怎么会天神诛煞剑法？借神剑之力抢占优势，算什么本事？武器本就是实力的一部分，你输不起可以不打。再来，剑荡邪煞！剑荡邪煞！你败了。此战吕阳胜，从今日起，吕阳为丙子堂第5名，在整个外门排名177。177而已，跟外门第1的薛荡师兄比，简直天壤之别。他越级击败薛莹师姐，等突破到6重，说不定真能战胜薛荡师兄。瞎说什么？不用这么麻烦，我现在便能挑战薛荡，拿下外门第1。就凭你？既然你这么好战，外门第2天才薛静倒是可以奉陪。他什么排名？ 19。
明日午时于外门广场一战，你敢接吗？唉，虽然排名低了点，但凑合能接受。你且嚣张吧，明天便会知晓，谁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哼！都散了吧。我们回去吧。等等，我们一起。哎，散了散了。难怪萧师妹会说送了个宝给我，你果然令人惊喜啊！不过薛静的事你应得太快，他的实力接近7重，恐怕……叶师兄过虑了，即便是外门第一，我也能赢。好吧，我们拭目以待。薛寒衣，虽然不明白哪里得罪了你，但若能因此尽快拿下外门第一，倒要好好感谢你。他就是吕阳，看着好年轻，听说才100多岁。小道消息，他之前是散修，貌似是祖师的后人。怪不得敢跟薛家叫板，原来有靠山啊！哎，小声点儿，甲子堂的堂主，还有堂内第一的好萧师兄也来了。站在最前的是薛宝一，他身后穿黑衣的是薛静，旁边是郝萧。万一薛静败阵，就看你了。明白。擂台上刀剑无眼，生死由天。你若害怕，跪下来求我，我就饶你不死。切磋而已，何必这么重的力气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个山里的大魔头呢。放心，我的目标是薛大，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。有我在，你连见他的资格都没有。天神之怒！呀！你也尝尝我的天神之怒！刚才是我轻敌了，你的剑术造诣确实出乎意料。我不介意你现在就认输。休想！剑荡邪煞！可恶，我不会输！一剑诛杀！你输了。薛静师弟，你去休息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不会输！天煞诸神！哼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
自讨苦吃。早下来，也不至于如此丢了。天煞诸神乃本宗秘技，我哪知？多说无益，去吧。恭喜丙级堂弟子吕阳击败薛敬，排名晋升至外门19。吕阳师兄威武！吕阳师兄威武！哼，你的排名不错，我乐意奉陪。出招吧！接下来，你将见识真正的天煞诸神。居然是心煞，那是什么？一种强行提升实力，但会断送剑道之路的练法。来！跳梁小丑，看你能躲到哪里去！天地乾坤！此战吕阳胜，排名晋升至外门第7。多少年了，咱们丙子堂终于有人进前10了。是啊，晋升如此之快，不如乘胜追击。明日5时，我要在这里挑战薛大，还望薛堂主代为转达。我们走。为了去剑塔4层，你也太拼了。那个薛道，可不好对付。10多年前，他曾去内门，一天连败12名7重天神。看来是个不错的对手。总之，明天一战，不必强求。多谢提醒，不过我一定能赢。想不到短短几天你就成为外门第7，现在还要挑战薛道。师姐既然来了，安心看戏便可。有自信是好事，但薛道并非常人，莫要轻敌。我明白。薛道师兄来了。开始吧。天神之路，天地乾坤。剑上先上，一剑助上。面对薛道，吕阳只会输得很惨。话别说太早，当心闪了舌头。若没别的手段，这场对决该落幕了。底牌自然有，只是不知师祖亲授的秘技，你接得住吗？尽管
一世。天煞诸神，诸神夺灵。居然输了！在下输得心服口服，外门第一的位置，非吕阳师兄莫属。倒是个值得结交的薛家人。从今天起，吕阳便是新的外门第一。另外，按照宗规，从现在开始，丙子堂晋升为外门第一堂。刚入门就敢拿薛家子弟当垫脚石，往后若成长起来，那还了得？你最好一辈子别出宗门，否则……刚才的杀意是错觉吗？吕阳师弟，你今天的表现真令人刮目相看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咱们之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不过除薛道外，其他薛家子弟都特别记仇，以后要当心。难不成他们还想公然残害同门？在宗内自然不会，一旦出去就说不准了。总之，如果外出，先去内门找我。好啊，对了，我是不是能马上去剑塔修炼？当然，剑塔在内门，我带你去。如果神元石不够，萧家可以资助你到突破真神。叶家也愿意提供。两位太客气了，我暂时不缺。要不是你，丙子堂根本当不上第一堂，理应帮衬。我们出发吧。哎，估计过不了多久，这小子就能挤进内门。比不了，比不了啊！大师姐，新令牌，他是新晋外门第一吕阳，要去剑塔4层修炼。原来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吕阳，不如让姐姐我带你进去吧。不劳费心。剑塔1层近1000个修炼室，越往上数量越少。很惊讶吧？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。他叫薛凤琴，是8重天神。见过薛凤琴师姐。喊得真见外，你我有缘，叫我凤琴师姐就好。我和你萧师姐可是剑宗双凤，都是自己人。谁跟你自己人？我们走。
我要去第3层，可没跟着你们。那你先请。如果无聊，可以来13号修炼室找我。他对所有人都这么热情吗？不，只对看中的人。可我们素不相识啊。你击败了薛荡，是立宗以来最强的外门第一。他8成觉得你有神王之姿，才如此热情。4层只有11个修炼室，通常内门第一在1号，外门第一在11号。你若突破7重，将自动升级为内门弟子。到时候便不能继续待在这里，需要去内门报到，重新排名。那我等突破7重再出来。恐怕不行。啊？为什么？距离下一次天荒秘境开启不足50年。啊，届时3殿10宗的天才弟子都要进去探宝，以你我的排名，定会被选中。天荒秘境是难得的宝地，虽然很诱人，但不成真神，外出风险太大。我可以不去吗？你现在是外门第一，想不去都不行。开门吧，这些都是后话。当下专心修炼才是正事。水寒，等我拥有真神实力，就去天剑界找你。李阳师兄10年前便突破至6重，看样子距离7重不远也。不过天荒秘境即将开启，他没多少时间继续待在这儿。哎，听说天极界的大更神朝又派人来，已经拜访完其他势力，很快就到我们了。每次都这样，为了给他们匀名额，我们能去秘境的人越来越少。少说2句吧，人到门口了。走，去瞧瞧。好日神尊，多年不见，神采依旧啊！飞仙神尊，你倒是长进不少。好日神尊说笑了，我等愚笨之辈，自然比不过贵朝天骄。若镇元神王还在，齐天神王定会亲自前来。可惜，诸位风尘仆仆，不如入内一叙。不用了，我等前来不叙旧，只切磋。3殿9宗的后辈天骄，我们已经见识过，今天该你们了。秘境开启在即，现在切磋，分明是想打探我们的底细。贵朝又如此雅兴，我等自当奉陪。只是不知诸位之前战况如何？哼，平庸之辈，没一个入得了眼。连他们都不是贵朝对手，那我剑宗弟子就不必比了，免得献丑。切磋都不敢，去天荒秘境纯属浪费名额，直接当缩头乌龟不好吗？你这后辈好生无礼，来请浩日神尊管教管教。他是齐天神王的儿子，轮不到我来管教。
更何况，他虽言语轻狂，但也不无道理。畏首畏尾，有违神者作风。飞仙兄，你说呢？怎么比？3轮比试，从7重天神到9重天神，每个境界各派1人守擂，不限挑战次数，直到再无挑战者，即算本轮结束，并以最后1场的结果定胜负。神朝7重天神的比试由我代表出战。事成，召集所有内门弟子去内门广场。是。本次切磋的规则，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这位6重天神是大更神朝的天之骄子邵关清，将代表7重天神出战。啊！6重天神代表7重天神，所有到达7重的弟子，有自信者皆能上台一战。怎么，你们镇渊剑宗都是孬种吗？连一个6重天神都不敢挑战？啊！哎呀！啊！萧道儒愿与你一战。萧师兄在7重弟子中排名前10，对付他绰绰有余，勇气可嘉，但，太弱了。天上诸神，哼，废物！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亲手威武，亲手入地狱！7重天神赵山河，请赐教。名字挺霸气，可惜人不行。狂妄！给我破！哼，总算有点东西了。呵呵，不过依旧要输。哼！赵师弟，这是什么功法？为何如此怪异？竟然练成了大破灭玄金剑气，看来大更神朝将来又要出一位神王了。上官清不但有神王之资，还是天生的玄金剑体，成为神王十拿9稳。难怪，有此神体，起点比普通人高出数倍不止。我等千辛万苦达到的高度，他却触手可及。还有谁想上台一战？厉俏俏，请赐教。俏俏师姐是7重最强，由她出马肯定能赢。小美人儿，这里不适合你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废话少说。玩够了吗？是男人就正面一战。
我！死吧！住手！堂堂镇渊剑宗，居然连个能打的都没有！哼，不敢上来就派代表认输，免得浪费时间。飞仙兄，是时候宣布结果了。等等，还有一人能与上官清一较高下。何人？外门第一，吕阳。据我所知，剑宗外门的最高修为只有6重，他来不过是螳臂当车。此言差矣。吕阳在5重时就越级击败了6重天神薛荡。不错，在那之前，薛荡便有一天连败10几位7重天神的记录。快，火速通知吕阳来内门广场。是。啊？哼，呵呵，本少倒要看看这个蝼蚁有什么不同。情况便是如此，你一切小心。未成高阶天神，便能修成玄金剑气，此子资质不俗。幸亏你学会了1元分神术，否则毫无优势。听他们说你很强，一般而已。不过对付你，足够。放肆！天地乾坤。看你能躲几时！诸神夺灵。合击剑技。你确实不弱，但想败我还差得远。哼，虚张声势。铜镜中能逼我出剑的人，你是头一个。哼！2柄真神剑。
我是神王之子，你怎敢？哟，输不起，呵呵，几百岁的天神了，还要仗老爹的势，也不怕人笑掉大牙。上官清，回来！这一轮，神朝认输。裴仙兄，能培养出如此天资绝世的弟子，想必接下来的比试会更精彩。上官霞。八重天神薛凤琴，愿与你一战。看招！天煞诸神！小分光剑！赤焰神火炮！薛凤琴师姐是八重最强，其他人估计也没戏。下一个。这一轮剑宗认输。接下来是九重天神之间的比试，叶儿，你去。剑痴，等会儿千万别留手。此人不简单，莫要强撑。我明白。九重天神萧凤璧，请赐教。天煞诸神！你输了。修师姐，我没事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这就是内门第一的实力，也太不堪一击了吧！还有人要打吗？这一轮剑宗认输。切磋嘛，有输有赢很正常。不过单纯论输赢也没意思。好日神尊，此话何意？架不能白打，总得有点彩头吧。切磋前你可没提彩头一事，
现在才说，未免趁火打劫了吧？飞仙兄何须动怒呢？这样吧，我神朝也是通情达理之辈。你们输了2场，只需让出一个秘境名额，怎么样？名额早就分配好了。你大根神朝有60个，比我们多3倍，还不够吗？不错，公然破坏规矩。可有问过其他3殿9宗？他们自己都输了3个名额，岂会管你们？再得寸进尺，就不好收场啊！哼，到底是谁在得寸进尺？脸皮真厚。好，给你一个名额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如果有，最好一次性说清楚。我们走。哼。神朝行事越发欺人太甚，来探底细也就算了，还抢名额，简直嚣张至极。谁让他们是无极界的顶尖势力呢？只有足够强大，才能掌握话语权。暂且忍耐吧。吕阳，你过来。宗主，副宗主。你是剑宗立宗以来唯一具备神王潜力的弟子，本座对你寄予厚望。弟子定当勤修苦练，若将来成就神王，必会护佑剑宗。很好。另外，你那合击剑技颇为精妙，能否将其授予宗门？当然，诸神夺灵是祖师所授，自然也算剑宗的剑技。本宗主代表整个剑宗感激不尽。这位是战部首座萧战天，剩下4位是战部的长老。见过萧首座，见过4位长老。人到齐了，出发吧。这里就是秘境？非也，是秘境边缘，接下来的路不能传送。此为飞行神器神行剑舟，一日可行数万里，10天内定能抵达目的地。萧师姐，能否说说10宗的大致情况？我们和血神宗在天荒界南部，属于南二宗。他是内门第2赵文君。见过赵师姐。凤碧提过你好几次，上次有事外出，无缘得见，今天总算如愿了。你想知道别宗的情况，我来告诉你。东二宗有魔神宗和杀神宗，西二宗有明神宗和煞神宗。唉，至于北4宗，没有3殿分摊资源，实力最强，就连秘境名额也比我们多。不错，
神刀宗、飞雪神宗、月神宗和天罡神宗，每宗有30个名额。那森殿呢？各100。啊！说起来，10宗中大部分由地渊强者创立的宗门，只有北4宗是本土势力。哦，我们跟4宗关系如何？和神刀宗、天罡神宗关系一般，与飞雪神宗和月神宗交好。不过，飞雪神宗和月神宗素来不和。为什么？当然因为情啊！咱们祖师当年风华绝代，这2宗的神女一直对他念念不忘。啊！可见，祖师还是个多情种呢。别听他瞎说，祖师对冰云神尊和如烟神尊的确有过帮助，但没有情愫可言。我爷爷是地部首座，他说的话不会有假。走，咱们去那边聊。哼，且让你再舒坦2日。冰云神尊近来可好？可有你师尊的消息？他在地渊不知何时回归。谁带回来的消息？他是师尊在地渊的后人，具体情况如此。我知道了。燕雪，她就是吕阳。这位是飞雪神宗内门第1的姬燕雪，上届天骄榜排名15。幸会。听说你打败了上官清？侥幸而已。上官清有玄晶剑体，单靠侥幸可赢不了。燕雪，我还有事，失陪了。萧师姐，那2位是月神宗的如烟神尊，以及内门第1月雨柔。哦，她和燕雪师姐比，谁更强？雨柔在天骄榜排13，比燕雪高一些。李阳，短短100多年，他就成了6重天神。你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。他是……他是我在地渊的好朋友，小魔仙子月。我宗内门第1，萧凤碧萧师姐。这么快就突破4重，看来你在炎黄殿过得不错。故友重逢，实属难得。凤碧，借一步说话。好。燕兰姐姐很照顾我，你呢？过得怎么样？说来话长。他们也来了。一群手下败将，
各位神尊，动手吧！你们想做什么？吕阳，别躲在女人身后，有本事出来，一决生死！怎么，上次输给我还不够，想再输一次吗？笑话，有他们几个在，我不可能输。上官清，你这么做也太不把我天荒界放在眼里了。不错，这里不是天极界，耀武扬威也得挑地方。想动剑宗，先问问我们答不答应。切，动了又如何？天荒界都快成废物窝了，我是为你们好。哼！先前你们以切磋为名抢名额，大家都忍了。如今竟想迫害剑宗弟子，我炎荒殿第一个不答应。不错，我神刀宗也不会坐视不管。天罡神宗与神刀宗共进退。哼，咱们走着瞧。哼。想必他们短时间内不会乱来，若有变故，可向我们求助。多谢。上官清睚眦必报，吕阳，你要当心。他们底牌多，千万别硬碰。血液真神的问题还没解决，又多个上官清，当真麻烦。我们还有半个月时间，先去找辅助炼体的金元果。秘境只开启半个月？也不是，半个月后金光沙漠会出现，淹没整个秘境空间。据传，沙漠中的金灵兽由玄金幻化，对修炼剑体和炼制神兵都有很大帮助。玄金化兽，像是金魁神王的手笔。金魁神王是谁？一个擅长傀儡术和炼金术的能人。若真是他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我有克制他的控金术，正好传给你们。此术果然玄妙。有了它，你就能随意掌控所有金属，好好领悟吧。师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我们出发吧。金元果结果后，1000年为青，2000年为银，3000年为金。这些果实还不成熟，不熟的金元果没什么用，看来只能分头行事了。如果分开，上官清便会伺机刁难吕阳师弟。我们和上官清方向相反，他哪里有空跑这么远找吕阳？神朝的目的是寻宝，就算分精力对付我，也不会是现在。有道理，毕竟刚才失败过一次。萧师姐，无需太多顾虑，找金元果要紧。好吧，大家分散寻找，别离太远。若遇困境，记得放求救信号。
那我们就比比，半个月后谁摘的果子多。萧师姐留下神念印记，是为了息事元首，而你又是为了什么？哟，这么巧，一夜不见，吕阳师弟越发威猛了吧？是巧合还是故意？师姐心里清楚。明知我要来，还如此镇定，吕阳师弟，该不会对姐姐有意思吧？放心，我这8门锁神阵牢得很，保证不让你的血溅出去。说我所料不差，是薛寒衣让你来杀我的吧？得罪了寒衣师兄，你只剩死路一条。你怎么确定死的人不是你？我堂堂8重，再不济也不会败于6重之手。我不想妄动杀戮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难不成他有必胜手段？完不成任务，寒衣师兄答应我的东西就泡汤了。小分光剑，练习心讲。吕阳师弟饶命！我一时昏了头，才会对你不敬。别杀我，让我做什么都成。只要你答应回宗指正薛海一，我就放过你。我答应，我死吧！回宗指正薛海一，我就放过你。我答应，我去死吧！幸亏学了控金术，不然真就着了他的道。布个引力阵好再走，免得平添麻烦。这片区域没有成熟的果实了，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啊！大家都是老朋友，别急着跑啊！吕阳。住手！你怎么一个人走？多危险啊！情非得已。
吕阳现在跟炎黄殿毫无关系，你还要护着他？我家先祖曾受镇渊神王恩惠，他的后人我必须救。若我非要拿下他呢？哼，你大可一试。他的实力比之前强了很多。20年后，天骄榜再一决高下。叶兰姐姐果然厉害，这么快就击退了天骄榜19。为了他，连你都学会拍马屁了。多谢燕兰仙子2次相助，举手之劳。吕师弟，发生何事？刚才遇到高远，发生了点摩擦，好在燕兰仙子出手化解危机。我们赶着跟其他人会合，先告辞了。那位紫月姑娘似乎对你有情。哦，不会吧？师姐定是看错了。同为女人，我岂会看错？既然碰上了，接下来就不要单独行动，等人聚齐再商量如何抓捕金灵兽。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未见到薛凤琴？到现在都不出来，看来薛凤琴凶多吉少。大家跟我走，去风之漩涡。是金灵兽！见了，在那边。会不会判断有误？不会。萧师姐，你来保管。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抢！通天血手！通知其他人支援。诸神夺灵！一心二用，谁给你的勇气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，退下吧。
怎么这会儿起冲突？难不成抓到精灵兽了？你刚才所用术法也是祖师所授？是在地渊时，另一位前辈教我的。原来如此，有此术法，接下来的行动就容易多了。去抓下一只。金无最近，追！萧凤碧、比目金吾，没你们的份！识相的，快离开！无主之物，大家各凭本事。胡扯！我们东二宗联手，比目金吾迟早是囊中物，我们休想横插一杠。少废话，谁先抓到就是谁的。拦住他们！是。诸神夺灵！撤！若非他们捣乱，我们早得手了。不放，还有机会。他逃不远，大家一会儿兵分两路，听我指挥。以木玄金能助你修成木蚁分光剑，足以斩杀一灭真神，一定要得到。明白。小心！吕阳师弟，伤得住吗？没事。想要自己来拿呀！吕阳，突然发现你有点作用，不如来帮本少抓精灵兽吧。只要把本少哄开心了，饶你一命也不是不可以。在这杀吕阳，相当于挑衅整个天荒界，你最好想清楚。我们走。
天，本少要用你的命一雪前耻。我有紫光金龙，暂时没被任何势力追到，就他了。悠悠，剑宗也来了。他们追他们的，我们追我们的，静观其变。要不要抢一把？没必要。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那个吕阳不简单，尽量少与他发生冲突。好在邪二宗没有阻挠，不然定要多费一番功。师弟，你能感应到其他精灵兽的情况吗？大部分都被收服了。看来秘境即将关闭，去传送点集合吧。很快就能见到宗主他们了。怎么回事？按惯例，我们都该被传送出去啊！该不会哪里出问题了吧？这里是哪儿？怎会有如此多的通道？莫非此处乃神王遗迹？果然是金魁神王。金魁神王是谁？怎么从未听过？哼，他是谁重要吗？重要的是如何分宝。依我看，每条通道都有未知机缘。我大庚神朝占5个，其余的你们自行分配。按实力，我们3殿必须各占4个。北四宗得各占1个，就剩3个通道，6个宗门一起分，也太欺负人了。要怪就怪你们太弱。哼，我们走。他好像还不死心，必须多加提防。血神宗和我们一起，走吧。赵师姐，路飞诀身边的8重天神是谁？似乎对我很有敌意。汉是血雄的侄孙，听说2人关系极好。这些雕像很可能是机关，大家小心。冲过去！看来他们无法离开限定范围。别掉以轻心，说不定后面有更厉害的机关。现在有2条路。公平起见，我们去右边，你们去左边。好。
体神剑。等等，吕阳师弟，你去取剑，其他人严阵以待，防止意外。拦住他们！拿不到吗？有禁制，我再试试。诸神夺灵，我就不信撬不动你！所有人全力攻击脖子！诸神夺灵！幸亏你机智，不然我们不知要耗到什么时候。是大家的功劳。他们不是普通机关，更像傀儡。若是傀儡，反而麻烦。我们原路返回，去走中间那条路。是神元乳液，足有10坛。殿内只有1尊傀儡，可见他不好对付。文君，我俩去试试。用我的真神剑吧，保险一点。啊！用元晶打造的傀儡，世界灯芯。快退！金术打他印堂穴。这尊傀儡堪比真神，若将之炼化，大有益处。我才6重，能炼化它吗？普通人不行，但你可以，只是需要冒些风险。最多1刻钟，我来帮你降服它。师弟，你在想什么？师姐，我有办法拿到神元乳液，但不能有任何人在场。你想独自面对傀儡？那位前辈曾传我另一个秘籍，有9成把握。好，我信你。不过，凡事莫要逞能，保命为先。明白。
们回路口等。聚精会神。别愣着，快炼化！你们怎么回来了？里面有尊巨型傀儡，实力堪比真神，我们打不过，所以……吕阳呢？他死了吗？瞎说什么？他好着呢，正在设法对付傀儡。哼，这么多人都打不过，他一个顶什么用？不如找些帮手来。此非血神宗信号，你通知了谁？上官清。血豪，你竟然勾结上官清！别说那么难听，既然你们解决不了，自然要请更强的人出马，不是吗？哈哈。有我们在，谁也别想进去。吕阳人呢？速来支援！血神宗听着，只要你们不插手，事后本少定会将好处分你们一半。带这点人就想越过我们抓吕阳，你哪来的自信？哼！乌合之众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吕阳在通道深处，再不去，可能就死于傀儡之手了。纵使傀儡再厉害，也休想抢在本少前杀他！嘿！你的对手是我。傀儡中有35穴，分别是金光神行、金光剑魂和金光剑影。现在是炼化的最后关头，它能自动护主，你好好体悟，不要分心。就是你的死期！怎么可能？我这算炼化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但出了点小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的血激发了他的凶性，他和上官清恐怕要不死不休了。我能阻止他吗？你有伤在身，恐怕不行。那小子作茧自缚，怪不得你。先疗伤吧。救命！快救我！炎日音乐斩！
主败事有余，回去定要父亲降罪于你们。他发狂杀了上官清，已经跑了。你的伤，无碍。刚才费了好大劲，才让傀儡忽视我的存在，却不想被上官清坏了事。这下完了，没保护好青少，大家都得死。东西到手了吗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与其担心被问责，不如想想怎么将功补过。凤碧，把刚才的事全部告诉我。也就是说，傀儡为何会发狂，你也不清楚？不错，当时我被上官清所伤，不得已中断术法，还来不及反应，傀儡就追着上官清杀了出去。哼哼。此事只有你和上官清知道，现在他死了，随你怎么说都行。血豪，你想公报私仇吗？没有其他人在场，本就疑点重重，不能怪血豪多想。再说，上官清对吕阳积怨很深，是不争的事实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哼，无论是吕阳出于自保，操控傀儡反击，还是傀儡自主为之。齐天神王都不会善罢甘休。吕阳不过是6重天神，怎么可能操控真神级傀儡？而且上官清怎么死的，大家有目共睹。纵然是神王，也不能如此霸道。呵呵，可笑！你有几条命，敢跟神王讲道理？在天界，没有实力就没有公道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们必须做2手准备。这些都是后话，赶紧度过考验，传送出去才是当务之急。殿下，此通道没了阻碍，可以直接去更里面的地方。知会其他人来这条通道集合。是。神王，出大事了！何故如此惊慌？青少的生命石碎了！什么？究竟是谁敢伤我儿？哼！去天皇秘境！看来神王传承就在里面。其他人都消失了，该不会是陷阱吧？此乃个人势力，自然不会让你们在一起混战。哼！
应战天炎神剑尖刃和真火剑体，不要强行对抗，要学会借力打力。这一层应该是考验火焰天赋，只要挺过去就能进入第2层。挺不过去会怎样？死！别担心，金魁并非嗜杀之人，失败者多半会被送出去。但愿如此。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！发生了什么变故？为何现在才出来？是这样的。居然有意外传承，也不知金魁神王是何许人也。上官清死了，他怎么能死？确定他死在傀儡手上，而非吕阳？的确被傀儡所杀。至于傀儡受人所控，还是有自主意识，我也不清楚。好日神尊，你如此攀咬我宗弟子，意欲何为？是不是攀咬，你们心里清楚。事情未清前，谁敢乱来？休怪本尊不讲情面。剑宗实力虽弱，但也不会任由外人拿捏。好，很好。等齐天神王驾临，我看你们还能不能如此硬气。实话告诉你们，齐天神王正在真魔殿做客。上官清的生命11岁，他定会前来问罪。到时候谁都别想逃。地上有股无形吸力，看样子这就是第2层的考验，大家尽全力上去。我们也走吧。我要分析。运转金光不灭剑体能轻松许多。金光似乎有淬炼神体的作用。不错，越往上，淬炼强度越大，你要忍住。既然来了，自然要战到最后。9重天神竟会输给一个6重小子！
是元神攻击，大家小心！你的元神足够强大，只要聚精会神，此关必过。悠悠。 金魁神王，二位便是通过考验之人。晚辈吕阳，晚辈紫月，拜见金魁神王。你们能来，说明这处秘境即将崩坏。唉，距离大毁灭不远矣。大毁灭？前辈知道大毁灭，那就证明您还活着。 莫非还有其他神王被关在别处？大毁灭是指天界和地渊的所有生灵都将彻底消失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何知道大毁灭？我是被选中阻止大毁灭的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强如惊鸿剑主，都被镇压了这么多年。 你一个黄口小儿又能做什么？留下部分元神在秘境，说明他的境况比我们好。跟他说，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天机玄策，唯我为尊。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天机玄策，唯我为尊。啊，竟然是你！真的是你！惊鸿前辈，你跟他不会有仇吧？ 想什么呢？我们虽然交过手，但并无仇怨。既然如此，本座这就将传承赐予尔等。空间袋里的玉简上有本座的傀儡术《金魁通元经》，好好运用，莫要行恶。 你们刚才说的话，我怎么听不懂？待时机成熟，你自会知晓。据玉简所述，距离秘境崩坏还有3天，咱们抓紧时间修习傀儡术，之后再将塔外的傀儡平分。正合我意。用神元界收了他，以免被人发现。这么多傀儡，炼化起来要费一番功夫，咱们分头行动吧。好。 你那边怎么样？除了那只击杀上官清的傀儡，其他的都炼化成功了。那只傀儡不见了，奇怪，我也没看到它，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不清楚，就连神元乳液也不见了。难不成那只傀儡成精了？成精不可能，无法轻易露面倒是真。 说起来，大更神朝若借上官清之死刁难你，该如何是好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倒是看得开。无论如何，我会说服嫣兰姐姐站在你这边。多谢。先出去吧。
神尊平白对后辈大打出手，算什么道理？吕阳，是不是你操控傀儡，杀害上官清？不是，他偷袭我的账还没算，就死在傀儡手上，只能说自作孽不可活。空口无凭，谁知道你用了什么卑鄙手段？你拿什么证明傀儡和吕阳有关？我可以作证，吕阳那个时候没有操控傀儡的能力。前2天我们刚得到金魁神王传承，单炼化一只傀儡就很费时。试问他没学傀儡术，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炼化真神级傀儡？紫月，你当真获得了神王传承？之后我俩平分傀儡，而击杀上官清的那只不知所踪，甚至连其他通道的神元乳液也消失了。昊日神尊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就是啊，真不知道他会怎么说。既然跟我儿有所瓜葛，就该为他陪葬。拜见齐天神王。齐天神王，吕阳乃我宗祖师后人，还请您看在镇渊神王的面子上公正对待。镇渊后人又如何？本王现在杀他，镇渊来得了吗？厉飞仙，你应该明白，把吕阳交给昊日处置才是上策。剑宗没有神王，动起手来毫无胜算，断不能连累他们。事情未查清前，吕阳不能交给你。拜见一阳神王。此事与炎黄殿无关，你最好别插手。本王曾受镇渊神王恩惠，绝不会见其后人蒙冤而不顾。于我而言，杀子之仇不可能让步。那更应查清原委，不错杀，不漏放。昊日，搜查吕阳所有物品，看看那只傀儡到底在不在。好东西还挺多，可惜当下做不了手脚。没有发现沾染青公子血迹的傀儡，身上呢有没有藏其他东西？别紧张，以他的修为，洞悉不了神元剑。并无他物。我会找到玄机老人，查出青儿死因。到时候，若真是吕阳作恶在先，杀人在后，我绝不阻拦。反之，也请齐天神王认清事实，不伤无辜。我们走。多谢一阳神王元首。我欠你先祖一个人情，理应回报。唉，不过上官齐天行事霸道，就算人不是你杀的，也会伺机找茬。往后自求多福。回宗门吧。你为本宗立了大功，身上的金元果自留即可，玄晶和神元乳液各分你一半。至于3把上品神剑，不做分配，改记功劳点。
谢宗主。宗主，玄机老人是谁？一位掌握奇术、速能神出鬼没的大能，找他并非易事，你无需过虑。眼下专心修炼，提升实力最为要紧。弟子明白。上官清虽不是我所杀，但与我也绝非毫无干系。这件事必须瞒下去。只有足够强大，才能不任人欺凌。吕阳，你已突破7重，请立刻离开11号修炼室。恭喜吕阳师兄晋升内门。好好努力，将来你也能进内门。你入我堂才几10年，如今实力进步飞速，连我也不是你的对手了。叶堂主过谦了，不知叶堂主来此是为何事？啊，掌门要见你。因此，宗门决定让你参加这次天骄榜比试。我才刚入内门不久，就破例参加天骄榜，恐怕会引起其他弟子不满。哎，这些宗门会出面解决。你是师尊看中的人，如今又获得金魁神王的认可，自然值得宗门重点培养。此事就这么定了。这是宗门为你安排的新修炼室，希望你能好好修炼，在天骄大比中为宗门争光。8重天神也敢来此？我记得上次见面时，吕阳还只是6重天神，20年间连续突破2重，陆神尊当年都做不到吧？这是天骄榜，上面都是上一届天骄的排名。前10的天才大多都突破至真神，这一次天骄榜轮到我们大展拳脚了。相信吕阳一会儿也要被淘汰了。哼，陆神尊还是先关心自己人吧。是谁淘汰了你？吕阳，好！真没想到，当初从地渊来的家伙，如今居然能……废话少说，出招吧！释放雷霆第1式，一剑惊雷。
怎么可能？哼！之前就很想和吕师弟切磋，没想到在这次天骄榜遇到了。师姐有伤在身，正常对决对你不公平，不如我们使出自己最强的一招，一决胜负。嗯，好。诸神夺灵。没想到师姐也能施展这招，不过这20年我也有所精进。木蚁分光剑。我认输。最后的对决，你可一定要赢啊！要是知道你能成长至此，当初无论如何也要拉你入荒火殿。往日多受你照顾了，吕阳不胜感激，请赐教。哼。真神剑术，吕阳一个8重天神，如何掌握得了真神剑术？这我也不知道，恐怕是来自金魁神王的传承。单论天赋，吕阳值得第1天骄，只可惜天蓝步入9重天神多年，2者修为的差距，靠一个真神剑术也是于事无补。离火神阳，暗月流星。同时施展2种真神剑术，还不值。恭喜镇渊剑宗拔得头筹。客气了。吕阳身怀多种真神剑术，前途无可限量。但木秀于林，封闭摧之，总有一天，恐怕镇渊剑宗也护不了他了。这里就是北元之地，也不知剑主们所说的北元石在什么地方。水寒，水寒，杨哥。真的是你吗？这么长时间不见，没想到你都成了天剑界的第1天骄了。我一入天剑界就拜入天剑宗，那有很多剑域大陆飞升的剑神，他们对我很照顾啊。多亏了他们，我才能来到这里。倒是你，这么些年一个人在天荒界修行，想必吃了不少苦吧？我一切都好，水寒，等我过几年成为真神了，就去天剑宗找你。对了，天剑宗那些前辈听说你守护剑域大陆的那些事后，对你十分重视。惊雷剑神还说要亲自去天荒界找你呢。惊雷剑神，是中域剑宗飞升的那位前辈吧？天荒界和天剑界是没人了吗？居然能让2个地渊来的人取得第1，哼！我是天武神宗的5霸天，小子，你是哪门哪派的？9界怎么会出12个天骄榜第1？哼，这你都不知道？天极界有4座天骄山，
4大神朝各享一座。你话真多。找死！我多年不见，五兄性子还是这么冲动。看来是上次输的还不够。袁绍应，我和你的账，待会儿慢慢算。在下天元界天元神宗袁绍应，不知二位如何称呼？天荒界镇渊剑宗吕阳，天剑界天剑宗洛水寒。这几位都是在9界赫赫有名的天骄。我记得你。看来这里与吕兄结怨之人不少呢。你们可能有所不知，这本源神山只有整个9界的第1天骄才有资格进入，所以在此之前，我们还需比个高下。第1轮，我们可以自行选择对手，赢者进入下一轮，输者淘汰。二位好自为之。来吧，吕阳，让我看看你这8重天神有几分实力。请。杨哥的玄金剑体、玄金剑气，乃是出自其先祖惊鸿神王。这小子竟然是惊鸿神王的后人，难怪有如此实力。在下天剑宗洛水寒，哪位天骄与我一战？我来。能让一个9重初期的天神夺得天骄第1，看来天剑宗也没落了。天刀界的人都只会耍嘴皮子吗？哼！看招！神刀七绝斩！水火剑连！水之剑道和火之剑道居然能融合成一式剑招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火之剑道了？进入天剑宗以后，前辈们发现我还隐藏着火灵道体，便传了我天元剑神的传承。后来随着修行剑身，我就将之融合在一起了。怎么样？厉害！能将2种相克的真神剑术融合在一起，这点连我都做不到。当初在剑域大陆的时候，我就暗下决心，今后一定要变强，不再成为你的负担。如今也算是有些成果了。水寒，这女孩神魂强大，又拥有水火2种道体，说不定能继承我们的武学。再等等，
此事关乎我等谋划万年的大计，他能否有实力继承我们的武学，还得看他之后的表现。